25亿砸下去，本来要做张家界的文化旅游地标，结果呢，几年过去了，大庸古城变成了空壳景区，198家商铺全部关门，一天内游客不到20人。这不只是张家界的尴尬，也是中国遍地烂尾文旅工程的缩影。今天大时局要闻透视，带您看看为什么一个本该带动旅游经济的古镇一哥会变成吞钱黑洞。您好，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美丽的张家界古城大庸，它的文旅项目被称为大庸古城。大庸古城于2016年3月立项，3个月后就开始建设了。5年后的2021年6月开始试运营，2022年8月全面完工。大庸古城号称建筑风格融合了明清建筑元素和土家族特色，重现明清时的大庸实景。配套有戏台、文庙、牌坊街等，占地325亩，总建筑面积18.5万平方米，还配套非遗表演场馆。当初的财务预测很乐观，预计每年营收近5亿元，净利近2亿元。但现实比剧本残酷得多，从2021年试营运开始，它就没有盈利过，4年间累计亏损接近10.8亿元。到了2024年底，大庸古城公司资产总额13.95亿元，负债总额16.97亿元，净资产是负3.02亿。去年9月，大庸古城进入司法重整程序，打算通过债务重组等方式盘活资产。目前古城里的198间商铺全部关门，游客一天不到20人，唯一的盈利项目竟然是景区停车场。更讽刺的是，大庸古城所在地原本就有镇古街，但在项目启动前，大量历史街区被推平。除了3元公幸存，其他古码头、青石板街道、吊脚楼全被推倒，换成了崭新的仿古建筑。本来真实可感的历史风貌，被换成了像影视基地一样的仿古街。古镇一哥大庸古城跌落神坛。中国文旅行业开始于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2000年以后，中国各地为了 GDP 和招商引资，掀起了文化旅游建设潮，从仿古景区到文化小镇、主题街区遍地开花，门票是当地核心收益。但是由于过度建设、拆古建新，各地假古镇、仿街巷、以假充真，浮夸乱象大行其道，同质化严重，千镇一灭，文化失真。不论是哪里的古镇街巷都长一个模样，失去了各自该有的风貌和特色，批评声音不断出现。到了2020年，新冠疫情来袭，游客骤减，重创旅游业，大批文旅项目无法运营，进而停摆。大陆媒体新旅界曾盘点中国10大烂尾文旅项目，位居烂尾榜榜首，是对外公布总投资超过950亿的山水文园。大陆媒体经济日报7月29号报道说，数据显示，全国曾建成超过2800个人造景区，至今存活下来的不足300个，存活率不到10%。这些案例背后，其实是整个文旅行业的3大病灶。从南到北，中国各地大量仿古景区、文化小镇层出不穷，开发模式几乎一样，从地方政府批地、国企或房企承建，引入资金炒作，然后靠转手出租回收资金。文旅只是表面包装，实际是政府操纵下的资本运作，是土地财政和政绩工程的副产品。内行人透露，一些文旅项目采用 EPCO 模式，即工程、采购、施工、运营打包，表面上是全流程服务，实际重点在于拿到政府的乡村振兴款或专项补贴。地方官员心知肚明文旅难做，但为了政绩和花完预算，宁可硬上，别无选择。乡村振兴要立功，大型古镇要落地，财政预算要花完。因此，所谓的文旅项目不是为游客建设的，而是为政绩闭环设计的。结果一批批仿古城建起来，一批批官员下台，腐败从立项到施工无处不在。搜狐网爆料说，大庸古城的母公司是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
是当地使馆的上市企业，实际控股人却是张家界市政府国资委。中国问题专家王鹤分析指出，张家界本来是一个旅游景区，人流很多，大庸古城应该说是有一定市场基础的，但它是由政府拍脑袋决定的，而不是由市场运作的。这样的操作就是中共体制下政机关扭曲的产物。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竞争，要靠 GDP 增长，要拿政绩，要拿市容作为它的脸面，这就导致大量的文旅项目出现。这些项目本身是政治产物，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，经济可行性很差，目的都是为了当政者，出于政治目的人为的造出来的，所以造成了遍地鸡毛。许多仿古项目在规划时打着保护文化的旗号，实际上是把原本的真古迹拆掉，再盖一座全新的假古镇。大庸古城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大庸古城所在区域本有真实古街，然而在大庸古城项目启动前，这些历史街区被大量拆除，取而代之的是仿古一条街，统一着装的演员表演古人生活。中共官媒在大庸古城项目启动时报道说，大庸古城选址在张家界城南门口的明清古址原址，保留修缮三元宫、朝天门、古城墙、古树名木等历史人文景观，并恢复建设洋戏、古乐堂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场所，旨在重现大庸城明清鼎盛时期的实景风貌。然而后来多家媒体报道指出，大庸古城实施过程中大规模去旧改新，老城区街区被拆除，多座历史建筑被推倒，除三元宫获得保留外，其他南门码头、青石板街道、吊脚楼等传统元素都被替换成了仿古建筑。腾讯新闻、环球旅讯等媒体批评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拆真建假，真实的历史街区不保留，换上高度商业化、没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仿古景观。游客到访这里的古城后，常觉得什么都假，像在影棚里消费，空洞无实，而不是在历史中穿行。王鹤认为，真文物会让人产生敬意，但中共却拆掉真东西，造假古董，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，既欺骗消费者，也欺骗市场。本质上，中共政权就是无法无天，就是在推行文化虚无主义。许多文旅项目设计时只考虑商业空间，不考虑生活空间和公共空间，本该承建文化记忆的古镇，如今成了廉价的快消品。文化被表演，生活被景观化，这种割裂感日益强烈。而真正有吸引力的古镇，犹如1000年前的凤凰、平遥、丽江，是有生活气息的，是活着的文化。大庸古城的规划就砍掉了生活空间、公共空间，剩下的只是商业空间。长江研究报说，走到这一步，终究它不是古城，而是现代人打造的一个商业街区。中国文旅为什么会走到今天？根源在于体制内的政绩考核和短视思维。地方政府竞相在地图上造亮点，用巨额投资换取短期数据，从不考虑长期运营的可持续性。文化本是慢工出细活，需要保护与积累，但在 GDP 竞赛中被粗暴的商业化、形式化。专家建议，中国不缺文化资源，缺的是敬畏与规划。未来或许少建几座仿古城，多留几条老街巷，才是真正可持续的路，游客真正需要的文化旅行之路。否则，再多的仿古外壳，也只能成为下一个大庸古城。大庸古城的故事映照出中国文旅业的浮躁与虚火，它提醒我们，真正打动人的不是造价多少、建筑多漂亮，而是文化的真实和生活的温度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